大家好，我是 Lucy。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保养得很好，我儿子马上要上大学了，说我看起来还是很年轻。每次听到这样的夸赞，真的还蛮开心的。我其实有2个孩子，老大明年上大学，这是我老二，也在上高中。很多人不相信我有2个这么大的孩子，那说明我的保养可能是真的还不错。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保养，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的。其实总结一下我的保养方法和秘诀，就是以下几点。第一点，要管理好身材，保持健康的体重。身材管理对于外在的形象和气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当我们从远处看一个人，不需要看清楚脸，只要身材好，给人的印象就是年轻人的体态，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看起来就会更年轻。我的体重跟20年前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这是我20年前的样子，这是我目前的体型。我印象当中只是在生完孩子以后那会儿胖了一些，但是很快又瘦下来了，后来体重一直都保持差不多。具体的我是如何做到一直能够保持好身材的方法和技巧，这个视频放不下那些内容，感兴趣的留言给我，我可以单独做一支视频跟大家分享。有一点我很想提醒的是，好身材不一定要很瘦，像明星那种80-90斤的体重，我是很不提倡的。他们那个是因为职业的需要，我们普通人不需要瘦成那样，太瘦的话非常不健康。当然也不要太胖，胖的体型不只是简单的好看不好看，关键是不健康。所以只要是在正常的体脂范围内都是可以的。最提倡的状态就是增肌减脂，肌肉多脂肪少，看起来也会更显年轻。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打算去减肥的话，我一定要提醒你，减肥一定要循序渐进，过程一定要慢，因为在短时间内大量减重会让皮肤很快变得松弛，脸上会出现很多皱纹，尤其是法令纹和眼角纹。快速减肥后可能会让人看起来更加显老。我有朋友就是因为快速减肥导致脸上的皱纹加深了很多，看起来更加显老。所以说减肥需要有耐心，一定要慢慢来。第2个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腰杆要挺直，保持良好的体态。一个人身材再怎么好，要是弯腰驼背脖子前倾的话，肯定看起来会显老。现代人几乎人人都有手机，男女老少每天都低头刷手机，而且很多人的工作性质都需要用电脑，包括我自己也是，每天都是在电脑上。要是使用手机和电脑的姿势不对的话，就会变得弯腰驼背脖子前倾，长期下来对身体的体态和脊椎的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还是走路的时候，腰背尽量要挺直，脖子也不要前倾。但是老实说，真的很难保证随时随刻我们的腰背都是挺直的。我也是一个电脑工作者，每天都是坐在电脑前面，有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这样子弯腰驼背脖子前倾在那里使用电脑，但是我意识到以后我会马上坐直，脖子不要前倾。所以我建议你们要经常看我的视频，因为我会经常提醒大家很多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并且跟你们分享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简单很容易操作的可以矫正脊椎弯曲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要确保有足够的仰睡时间。仰睡时可以通过地球重心的引力作用帮我们矫正由于姿势不对引起的弯腰驼背。仰睡时尽量不要枕头，拿一条毛巾卷起来垫在脖子下面，实在不习惯没有枕头的话，就用一个很低的枕头也是可以的。总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去矫正由于弯腰驼背造成的脊椎和颈椎的变形。你要平时完全不在意不去矫正的话，经常的弯腰驼背脖子前倾可能会成为永久的驼背，所以说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第3个秘诀，要穿显年轻的衣服，千万不要认为什么年纪就一定要穿适合那个年纪的衣服。我个人的观点是，只要自己喜欢，好看得体，保持那种风格就好了。我一直以来穿的都是比较靓丽和偏时尚的衣服，我从小就喜欢买衣服，不太爱吃零食，所以一直就是保持那种风格。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衣服的款式方面会有一些改变，但是还是偏向穿比我实际年龄更年轻的款式。而且颜色方面我也是很大胆的，什么颜色都穿。总之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提前把那个年龄段的衣服穿起来，
要保持一直穿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衣服，这样就可以帮助减龄。而且你要是一直是保持那种年轻的风格，别人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你要是经常穿老气横秋的衣服，哪天突然穿上花哨年轻的款式，不光别人会觉得怪怪的，你自己可能都会觉得很不习惯。接下来第4点，保养好脸上的皮肤。一个人脸上要是有很多皱纹和色斑的话，肯定会增加年龄感，让人看起来更加显老。如果你脸上还没有皱纹，那恭喜你，还是很年轻，或者说保养得很好。但是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预防总是比有了皱纹再去减少皱纹要来的容易轻松很多。但是如果已经有了皱纹的话，通过适当的保养和脸部瑜伽是可以得到改善和减轻的。我做了一些如何减少脸部皱纹和脸部瑜伽方面的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脸部的锁水保湿也是保养皮肤的关键因素。锁水保湿工作做好了，也是可以大大减少脸上皱纹和色斑的。具体的锁水保湿技巧可以参考这个视频。另外，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关键的预防脸部皱纹的小技巧，那就是睡觉姿势特别重要。你要是经常侧睡的话，是很容易引起法令纹和眼角纹的，所以尽量能仰睡就仰睡，而且枕巾要用那种比较光滑的面料，像丝巾之类的，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枕巾跟脸部之间的摩擦，从而减少皱纹的形成。第5点，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对皮肤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晒黑和长斑那么简单，它会加速皮肤的老化，会引起皱纹的产生，所以一定不能忽视这个步骤。所有的护肤博主一定会告诉你一定要防晒，包括有些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要防晒。紫外线随时随地都有，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又或者是说坐在车里面，或者是靠近窗户旁边，都是有紫外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防晒意识，每天都要做好防晒。那些有防晒的人比不怎么防晒的人皮肤肯定要好。我知道有人会说，那个谁他从来不防晒，但是皮肤还是很好啊。确实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因为每个人天生的皮肤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天生皮肤就好，他的基因好，所以不怎么护肤，人家皮肤还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他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他很注意，比如说他有在饮食方面非常注意等等。而且如果他要是做好了防晒的话，皮肤可能会更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我们应该自己跟自己比。平时做好了防晒，皮肤肯定是更好。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从小就有那种防晒意识。我在小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出门会戴帽子啊、打伞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太阳的紫外线会加速皮肤的老化，会促进皱纹的产生。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意识。我那个时候一直有防晒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怕晒黑，一白遮百丑嘛。我喜欢自己皮肤稍微白一些，所以我从小就一直有防晒的意识。后来知道这个太阳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以后，就更加的注重防晒了。那这个防晒措施呢，一般就是要涂防晒霜啊，或者戴帽子啊、打伞啊，或者戴上一些防晒口罩、墨镜等。我是很注重脸上的防晒，但是我的手啊跟脚啊，我是几乎不防晒的，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太阳光线来帮助我们促进一些钙的吸收啊什么的。所以我平时主要是我的脸跟脖子，我是防晒的很厉害的，但是我的手跟脚我几乎就不防晒。所以你看我的手臂跟我的脸跟脖子都是要黑很多的。那接下来第6个秘诀，要控制白米饭和白面包的摄取，多摄取全谷类和豆制品。全谷类和豆制品富含很多的蛋白质和抗氧化剂，可以延缓细胞衰老。蛋白质和抗氧化剂对于抵抗衰老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全谷类含有更多的纤维素，容易产生饱腹感。相反，白米饭、白面包属于精致高碳水化合物，营养少，纤维素含量也很低，吃太多很容易导致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容易升高血糖，增加体重。我平时吃白米饭的机会很少，1个月我都难得吃一次。我一般都是吃五谷杂粮和各种豆类来获取碳水化合物，所以记得尽量减少白米饭和白面包，多摄取一些全谷类和豆制品来补充蛋白质和抗氧化剂。第7点，一定要控糖。我是一个不太爱吃甜食的人，很少吃糖，
因为糖分摄入太多的话，身体就会过度糖化，人就会衰老得更快。糖的种类主要是天然糖和添加糖，适当的天然糖对身体是有利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葡萄干啊、红枣啊，那里面的糖都是天然糖。添加糖就是额外添加到食物里面的糖，糖分摄入太多的话，身体就会过度糖化，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视力会变差，皮肤也会加速老化，或者患糖尿病啊等等。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和如何避免糖化，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第8点，要少吃不健康零食和加工食品。很多零食都是要么高糖或者高盐、高脂肪、高胆固醇，营养价值也不怎么高，而且添加了很多防腐剂。这类零食很容易加速皮肤老化，引起身体的很多炎症造成体重增加呀。所以不健康食物一定要减少。我平时不怎么爱吃零食，最近几年来我发现我养成了一个怪毛病，就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我会衡量一下我所吃的东西营养价值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我可能完全不吃，除非是真的很喜欢才会少量吃一点。我的饮食理念就是我的肚子容量就那么大，有吃那些垃圾食品的空间，不如多摄入一些健康的蔬菜、水果坚果类全麦和高蛋白质食品，这样吃所获得的好处不知道好上多少倍。比如说我要吃面包，我就买全麦面包；要吃米饭就吃糙米或者黑米；要吃零食就吃坚果类或者水果或者酸奶。可能有些人吃零食上瘾了，不吃觉得很难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习惯问题。要是慢慢把零食减下来了，你的胃适应了少吃零食，自然就不会想去吃了。除了以上8点很关键以外，其实适量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也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年轻的。其实这方面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因为平时比较忙，所以不能保证充足的运动和睡眠。我自己是有全职工作的，然后在业余的时间我还会参加一些其他的业余爱好活动，比如说唱歌呀、跳舞然后再有时间的话就是制作视频，所以就很难保证每天都有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方面我也是需要努力改进。最后，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真的很重要，我们一起共同监督，共同勉励吧。以上列出来的那些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帮助减龄的方法和技巧，确实真的很有帮助。如果做不到所有那些点，其实也没有关系，能做多少做多少，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慢慢来。记得订阅关注我，我会经常提醒你们，并且给你们带来很多很实用的方法和秘诀。你们要是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要记得帮忙点赞。如果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减龄方法，也欢迎跟我分享。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